当亚尔贝德和小迪两个董王同台竞技，那就只有一个任务：吹古王的彩虹屁。小迪前来求见古王，可惜坐在古王位置上的是刚出使王国回来的亚尔贝德。小迪想就正在进行的圣王国仪式征求古王的同意，虽说可以用传话联络，但小迪就是想亲耳听到古王的声音，得到他的夸奖。亚尔贝德转告小迪，古王去了矮人国，至于去干什么，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懂的。无上至尊的每一手棋都埋藏着数不尽的策略，是老谋深算的君王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要洞察古王的意图，并做好准备才是真的忠心。亚尔贝德突然话锋一转，说古王经常提起小迪，是不是小迪提出征服世界的计划有什么让古王不满了？小迪如遭雷劈，怎么可能？于是亚尔贝德问小迪，他有让帝国比王国更快成为属国的方式吗？小迪表示有，但是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说着他就看到了帝国要求成为魔岛国属国的申请文件，这就是古王独自前往帝国的成果，前后只花了3天时间。针对帝国提出的从属要求，古王吩咐亚尔贝德和小迪做出判断。小迪很失落，想他这种无能的人还有什么资格？那当然是因为信任你啊！古王此番前往矮人国，肯定有着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深刻想法。偷跑去帝国挖墙脚，偶遇鲜血帝，只是打了个招呼，结果对方就非要成为属国。古王现在只是单纯的好奇卢恩文字而已。为了得到矮人拥有的卢恩技术，并和他们建立友好外交，古王带着亚乌拉和夏提亚为首的护卫队来到了蜥蜴人的村庄。龙牙族的族长泽波鲁和矮人交好，确定古王真的不会对矮人发起侵略后，泽波鲁豪爽地答应了。除此之外，国王还想多了解一些矮人的事。科赛特斯突然打断他，如果要谈的事很多，要不要找地方坐一会儿？国王觉得有道理，但谁能想到科赛特斯说的坐一会儿是坐在他身上啊？科赛特斯就地一跪，和国王说：“来，坐我身上。”因为听说了国王让夏提亚当椅子的事儿，他也想被国王惩罚。见对方如此坚持，国王也只好拘谨地坐了上去。坐就算了，科赛特斯还要问他自己比夏提亚哪个坐得更舒服。羞耻的国王直呼剑与雷先生，好好的武士怎么也突然变态了？夏提亚显得非常兴奋，自从他犯了错误被复活后，就一直在负责管理简单的事务。这次是他一雪前耻证明自己的大好机会，一定不能有丝毫松懈。当初国王和亚乌拉说要带上夏提亚的时候，亚乌拉还以为他打算直接灭了矮人国，虽然一部分是为了战力考量，但国王的意图不在这里。夏提亚是作为最强阶级守护者诞生了，但是这个最强的封号阻碍了他的成长。于是亚乌拉安慰夏提亚，国王对他很上心。看着亚乌拉和夏提亚，国王就会想起泡泡茶壶和佩罗罗奇诺，平时不管怎么吵嘴，但还是感情很好的姐弟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国王大手一挥，出使矮人国，使团浩浩荡荡踏上旅途。黄昏时刻，国王下令全军原地休息，然后上演了一出悬崖峭壁徒手造楼，还建得要多华丽有多华丽。蜥蜴人当场傻掉。回到房间的国王久违的决定和空气斗智斗勇。矮人的卢恩文字说不定就是玩家教授的，塔族那样的地方很危险，但是为了建立外交，就必须由国王亲自出面表达友好。魔岛国的事他都交给了亚尔贝德和小迪处理。国王现在都没搞明白，鲜血帝怎么一下子就要成为他的属国？难道小迪暗中搞事了？夏提亚为了更好的办事，将国王的一言一行全都记录在了本子上，搞得亚乌拉有些无奈。虽然行为很好，但总不能把这个当做目的吧。夏提亚死活不开窍，亚乌拉也没办法，只能让他回房间好好揣摩并从中学习。他总感觉自己是在教育没用的妹妹。很快使团就到达了矮人城市的入口，但奇怪的是不见有人看守。国王叫出了忍者半藏，让他们先去查看情况。一番探查之后，整座城市空无一人，只在深处听到了有人挖矿的声音。矿洞深处，一个矮人正费力地挖着矿，亚乌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，吓得矮人立马隐形化，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黑暗精灵怎么会回到这种地方来？原来3年前这座城市就已经搬空了，矮人们都迁居到了距离此处6天路程的新城市里去了。发现隐形化根本没用，矮人索性也不伪装了，两人相互认识。矮人叫贡多，不得不说这个矮人情商是真的高，没听说过魔岛国名号，只说自己孤陋寡闻，也没有因为亚乌拉是小孩子而欺负他，还主动要将他护送回同伴身边。被突然现身的国王吓得要死，也不忘拽上亚乌拉逃命。国王向贡多说明此行的目的，得知国王懂得卢恩文字，贡多非常激动，但雕刻卢恩武器很久之前就不在外传了，因为会雕刻文字的工匠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国王的运气真不错，随便一逛就遇到了卢恩技术的研发者。以前矮人的魔法道具都是用卢恩技术制作的，但是在200年前，魔法咏唱者发明的魔法强化技术魔化传入矮人族，可以用比卢恩雕刻作业更短的时间造出相同的东西。于是传统工艺被渐渐废弃，但卢恩雕刻也有它的优点，那就是完全不用花钱。上等魔法道具耗费的成本极高，贡多一直在寻求传统技艺的复活，研发出只有用卢恩文字才能做的技能。虽然贡多没有作为
位卢恩工匠的才能，但是他仍然相信着卢恩。同伴们靠着魔法道具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，但只有亲眼见识过卢恩技术的他，才知道那是一项无比伟大的技术，绝不能让父辈的光荣名誉从历史上消失。国王对贡多非常欣赏，当场表示愿意入股。贡多去挖墙脚，带走所有卢恩工匠，他会提供一切支持，但贡多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，那就是他的灵魂。贡多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国王带着贡多走出矿洞，夏提亚前来报道，城中发现了数百只亚人种的侵略者。贡多说，敌人怕不是掘土兽人，让他们放弃这座城市的元凶，因为从小吃金属长大，全身的皮毛犹如盔甲般坚硬，吃特殊金属拥有蓝色皮毛的更是其中的强者。国王将抓获全部掘土兽人的任务交给了夏提亚。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，夏提亚表现得非常认真，派半藏守住入口，死亡骑士形成包围圈，夏提亚这个集团全种族束缚魔法，轻松将兽群全部俘获。国王紧接着下达第二道命令，让夏提亚问出情报。掘土兽人首领表示，说是不可能说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说。结果夏提亚一个魅惑技能下去，首领当场叛变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他们是氏族王里优洛手下的战士，目标是进攻并消灭矮人居住的城市，他们只是其中的一支突袭队伍，任务是来杀死逃到这里的矮人。至于大部队，正在将所有矮人赶进杀绝的路上。